为什么这么多车排队加油？因为第二天油价要上涨，从3月10号0点开始，国内成品油价格就迎来22年3月17号以来最大的涨幅。92号油加满一箱差不多要多花20块钱，这意味着什么？战争虽然物理上离我们很远，但是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掏腰包为战争买单。伊朗和美国这场架打到现在，首先就是原油价格先冲为敬。就在3月9号这一天，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冲到了119块钱每桶，一天之内暴涨28%。而美一正式开打前一天晚上，油价才刚刚突破每桶73美元，等于短短不到10天，全球油价暴涨了差不多60%。这逼得七国集团赶紧宣布释放石油储备，油价才没有继续疯涨，暂时控制住。而油价窜上天呢，股市就会遭殃，尤其是最依赖中东能源的亚洲市场。3月4号，韩国股市跌到了触发熔断，那一周时间里面的韩国股市累计跌了 18.4%， 蒸发掉了超过800万亿韩元的市值。隔壁日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先是一天跌了超 4%， 到了3月9号这天呢，又大跌 5.2%， 创了年内最大跌幅。另外，美股市场的话也是喋喋不休。前面日本、韩国两个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分别高达 90% 和 70%。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无限期封锁下去，这两国的能源供给随时就要面临断粮的情况。其次头大的是欧洲和美国，因为欧洲自从和俄罗斯翻脸之后，能源需求几乎是全靠中东以及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液化天然气依赖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那现在卡塔尔的管道设施因为被伊朗打了，暂停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又被堵了，这让欧洲的天然气期货价格是2天暴涨60%。而对于美国来说，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海峡封锁真的成为常态化，全球原油呢就会凭空短缺20%左右，那么全球生产各种商品的成本势必要上涨，出口给美国的商品也要跟着涨价，那美国国内就会面临通胀抬头的压力，物价贵了，老百姓就会不乐意。那这种压力对于特朗普年底就要到的中期选举来说，是肯定不算好消息。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还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第一时间炸死了老哈梅内伊，不仅没让战争结束，反而让继承的小哈梅内伊和伊朗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不妥协和抵抗下去，甚至有可能会走向极端。而特朗普来说，怎么收场呢？是陷入泥潭，还是又一次踏口呢？根据最新消息，特朗普说对伊的行动将很快结束，但不是在本周，将取消一些制裁以平抑油价。短短这几句话，昨天美股就发生了比较重要的事情。恐慌指数原本是直线飙升的，结果被直接打断了脊梁骨，由暴涨瞬间转为暴跌。纳斯达克指数的话更是上演了惊天大逆转，从盘中暴跌近 1.5%， 最后收盘的时候竟然硬生生收涨了 1.38%。随着股市反击的热潮，当然毫不意外的精准传导到我们加密货币市场。昨天比特币在下杀到最低点66000美元附近探底之后呢，见底回升，目前已经强势上了7万的大关。那我知道在这里很多人又开始画大饼，说这次突破7万之后呢，是不是会看向8万？如果风险偏好情绪继续得到巩固，比特币还是有望突破8万的。我为大家整理了截至目前 CoinMarketCap 上最新的行情数据，我们可以使用口播的方式给大家过一遍，感受一下市场的温度。比特币目前的价格大约落在了70800附近，24小时内涨幅是正的 4.25%。以太坊的价格落在2062美元左右，24小时内涨幅是 2.88%。从这组数据你可以看出，主流币呢确实在跟随大盘情绪回暖，而在这个回暖当中，有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发生了，那就是第2000万枚比特币已经被挖出来了。根据比特币浏览器的最新数据，当比特币区块高度达到94万的时候呢，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诞生了。这意味着什么？代表比特币2100万枚的总供应量当中呢，已经有高达 95.2% 的额度被挖出来了。而在未来的整整114年里面，全世界的矿工只能去争夺那仅剩的100万枚比特币。这个消息在情绪上对多头阵营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为它让稀缺性的叙事再次在市场发酵，让很多人觉得再不买就买不到了。除了情绪上的刺激，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尔街巨鲸的真实动作，他们可是拿着真金白银在市场上进行厮杀的。维策略公司再砸 12.8 亿美元扫货17994颗比特币，总持仓的话突破 73.8 万枚 ，BTC 的话突破 6.8 万美元。它在买入的时候呢，均价是高达70946美元啊。更夸张的是，微策略公司呢，甚至还提交了文件修订申请，因为它打算允许公司在美股盘前和盘后的交易时段当中出售更多的股票，那目的就只有一个，筹集更多的资金来购买比特币。讲完了宏观和基本面，我们必须用技术分析来互相印证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图，就像我们说的，
上周呢，确实是在66000附近呢止跌回升。从图形上来看，它有可能会继续延伸这一波反弹的上升通道走势。如果比特币能够成功突破并站稳$70000这个整数关口，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进行进一步反弹，指向上周的高点，大约是在$74000附近啊，以及在上升通道是76000的这个阻力区间之内。但是呢，务必注意一下，技术面上这波向上的修正呢，绝对不能看作是整体跌势的彻底反弹。目前它走出的这个所谓上升通道，你可以理解成为是从去年10月这个大跌形势当中一个上升骑行的修正状态而已。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线收成什么样子啊？上周周线可以说虽然是一根大阳线，但是它的实体柱是非常实心的地方比较少，出现了一根很长很长的上影线。那这个呢，就代表非常非常颓势，这显然不是一个乐观的现象。虽然本周呢好像也是有一种往上涨的感觉，但是呢，我认为它只是来到这边去猎杀一些空头，随后呢还是继续往下走，进行这样一次的假突破。那在这次假突破当中呢，也确实套住一些多头，然后呢又重新回到这一个盘整区间，那没有尝试就是向上突破或者向下跌。但我个人倾向呢是，它在这里盘整之后呢，会沿着这一个从10月以来的高点的下行趋势线呢继续往下跌。因为什么呢？它前方了有一个突破性的动能，然后呢被证实是一个假突破，但是呢也确实做到一些猎杀空头的仓位的止损。再往下面，我认为这种剧本会比较合理一些。再回到视频最开始，如果冲突尽快消停，两边坐下来重新谈，那这件事情就是好事情。我们之前也分享过，首先原油价格会大幅回落，黄金价格短期内呢这个比较难说，但是全球局势动荡，部分国家央行会继续购买黄金，去美元化的趋势基本面都是不太会变的。然后呢，全球股市短期之内的利空因素呢会被排除，心里也比较踏实一点。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会再次通畅，大家也暂时不用担心能源价格上涨之后带来的物价上涨，或者说下游企业利润的压缩。如果打成了持久战，就这么一直耗下去，那有人分析，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彻底废了，那原油价格很有可能会冲到$150的高位，甚至还有人预测油价会上$200的离谱位置。那这会不会引发就上世纪70年代2次石油战争那样，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大通胀？或者说美联储不但要推迟或者停止降息，甚至还要掉头加息呢？这都不太好说。如果真到这一步，短期之内的话，肯定要做好油价长期在天上飘的准备，而且也不排除全球各地美元的资金回流到美国，带奔其他地方投资资产的可能性。不过呢，至少目前在华尔街投资人看来，美伊战争对油价和通胀的影响更多是短期的，长期来看似乎问题不大，因为他们认为伊朗在历史上面，哪怕是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那一会儿，也从来没有长期锁死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要出口。简单来说，开战影响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但这次海峡封锁的影响才大。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as.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20%的终身手续费返还。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